18岁那年，家里的米缸见了底，开春时为给弟弟治病，阿爹跟村里的地主张大户借了1两银子的高利贷，说好入冬前拿工钱还。可阿爹进城帮工后，却断了音信。离家的那天，雪下得很大，张大户带着几个家丁闯进门，说还不上钱就要收走我们家的房子，把我们一家赶出去冻死。娘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张大户却一脚踢开她，指着我说：“没钱也行，这丫头看着还算机灵，送去汴京给人牙子，正好能抵1年的利钱。”娘死死抱着我不放，张大户的家丁就要上来抢人。就在那时，我挣脱了娘的怀抱，站到张大户面前，平静地说：“我跟你走，但你要立下字据，我抵了债，以后我们家就跟你两清。你再不许来骚扰我娘和弟妹。”张大户没想到一个8岁的女娃敢跟他谈条件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狞笑着写了字据。我当着家里人的面接过那张按了手印的纸，塞进娘的手里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跟着他们走了。驴车拉着我渐行渐远，我没回头，因为我不敢看娘和弟妹在风雪里哭泣的样子。后来我被张大户转手卖给了专为京城大户工人的人牙子。经过月余的辗转，我被卖到了城西最气派的府邸端王府。我被分在新入府的一批丫头里，做些洒扫的杂活。王府虽大，人口却不算复杂，除了王妃，就只有1位侧妃，3位公子都是王妃所出，听闻都送到皇家书院读书去了，1年也见不着2回。3位公子都生得龙章凤姿，最好看的却是那位世子爷，名唤赵子清，宛若天上谪仙，听闻连圣上都夸赞他有如玉君子之风。大小姐也是侧妃生的，被封了县主，今年13岁，看似文静，脾气却不大好，常拿鞭子抽人。小郡主是王妃生的，今年5岁，圆容白嫩，像个福娃娃，又爱笑，在家里年纪最小，还有吃正，人人都宠着，唤她福娘。起初我只是个不起眼的丫头，直到一次意外，王妃在书房赏画，有位小丫鬟失手打翻了磨盘，眼看就要污了前朝名家的孤本，众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我却不知哪来的胆子，抓起身边未用的绒布垫在了画卷前，墨汁尽数被吸了去，只在画卷边缘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点。从那天起，王妃便时常看我，她看似温和，目光却深邃的能看透人心。她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不久后便亲自将我调到了小郡主的院子里，做个贴身丫头。王府并不苛待下人，穿的也是细棉布，每月还有300个大钱的月例。王妃待我更是不同，她不仅让大丫头教我认字，还时常寻了借口让我跟着管事出府采买，熟悉市集。她会不动声色地考教我账目，或是让我替她保管一些私人物品。我那时年轻，只道是王妃看中我，却不知那是在为日后做准备。我将这钱悄悄攒了起来，盼着日后有机会能捎回家中。对我来说，这样的日子日日都是好日子，做的活计和家里比起来，根本算不得什么。我闲时学着打料子，做针线，和一众小姐妹谈天说地。大小姐身边伺候的大丫头人极好，亲切又不吝啬，只要有时间便教我们认字。我来了1年，养胖了许多，日子过得比家里好上100倍。只是王妃眼底那挥之不去的忧虑，总让年幼的我隐隐不安。变故来得太快，却又在王妃的预料之中。我14岁这年，朝堂风云突变，端王爷不知犯了什么事儿，被卷入一场谋逆大案。抄家前1夜，王妃秘密召见了我，她脸色惨白，却强撑着镇定，将小郡主福娘抱到我面前，颤抖着手将一枚刻有福字的玉佩塞到我手里，又从贴身荷包里取出一叠银票。秀禾，我将福娘托付给你，你带她走，越远越好。这玉佩你收好，日后若有万不得已，可去城南墨香斋寻一位姓秦的掌柜，他会明白。他又拿出我的卖身契，当着我的面撕毁。从今往后，你自由了。端王府满门获罪，你若留下，便是死路。你带着福娘，就说是你乡下的妹妹，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她是皇室血脉。记住，若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我今日心情不佳，责罚你，将你与福娘赶出了王府。还未等我回话，王妃便拉着我和小郡主来到王府后门，当着几个管事和婆子的面，厉声呵斥我偷窃，将我和小郡主一同赶了出去。小郡主被吓得哇哇大哭，我强忍着泪水，抱着她冲进漫天风雪里。雪下得很大，正如我离家那年一般。回头看时，王妃站在门内，消瘦的身影在风雪中摇摇欲坠，却对我投来一个充满恳求与决绝的眼神。我抱着景儿，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夜色。我和小郡主没了住的地方，她也不能再叫原来的名字福娘了，我给她重新起了个名字叫景儿，认她做妹妹。我叫秀禾，李秀禾。端王一家被关押在死牢，那是关押皇亲国戚的地方，守卫森严。我手里的钱即便全使出去，也未必能见一面。我得带着景儿活着，要活着就得吃饭，得有地方住。我力气大，也不怕苦。这几年识了几个字，还能算账。凭借着自小从母亲那学来的，又在王府里跟着心灵手巧的丫鬟们偷师的几分巧手，我在城南墨香斋的秦掌柜那里寻了个由头，以远房侄女的身份在铺子里帮忙，暗中制作绒花和绢花发饰售卖。秦掌柜是王府的旧人，待我和景儿极好，平日里也多加照拂。从母亲给我的那朵绒花中汲取灵感，我用心制作每
每一朵花，虽是粗糙了些，但总算能勉强糊口。第1年除去成本，我竟赚了37两银子。端王府的事情本来闹得轰轰烈烈，似要立时就有结果，可1年过去，却没了动静。我日日通过秦掌柜打听消息，终于有一次，他设法安排我扮作送饭的杂役，悄悄混进了死牢。牢房昏暗，味道难闻。姐儿胆小，抓着我的手，一双眼慌乱的像一只迷路的小兔子。我拍着他的手说：“不是，有阿姐呢。”他笑了笑，嘴角边是2个极小的梨窝。一家人竟被关在一处，我已认不出王妃和王爷的样子，他们早已黑瘦的脱了相，身上的锦衣早已破败不堪。王妃见了姐儿，老泪纵横，却只匆匆与我说了几句话。她告诉我，家里的3个公子却只来了2个，不在的是世子爷赵子清。世子爷在被捕前便被人秘密带走，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王妃握着我的手，颤声道：“秀禾，你救了福娘，日后若有机会，替我打探子清的下落，他是我们赵家唯一的希望。”我见他们也只3、4回，年纪都差着1、2岁，如今这般模样，也不知道谁是谁了。缺席的那一个不晓得到底去了哪里，可至少在场的看起来都还像个人样。牢头开了门，却并未走远。牢房昏暗，墙角铺着稻草。姐儿看着那2个蜷缩在阴影里，几乎看不出人样的身影，吓得死死抓住我的手，不敢上前。他们早已黑瘦的脱了相，身上的锦衣破败不堪，与记忆中的阿爹阿娘判若两人。王妃先动了，她挣扎着想站起来，看着姐儿，嘴唇翕动，喉咙里发出一串干涩却无比熟悉的音调，那是福娘又是最爱的摇篮曲。只一个音，姐儿便浑身一颤。她看着那个白发苍苍、形容枯槁的老妇，许久才试探着，带着哭腔喊了一声：“阿娘！”泪水瞬间从王妃灰白的眼眶中涌出。端王爷扶着墙站起，身形虽踉跄，目光却依旧锐利如鹰。他没有先看女儿，反而将审视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带着福娘来此险地？虽身陷囹圄，那股皇家的威严与警惕分毫未减。王爷恕罪！我立刻躬身，将姐儿护在身后。奴婢秀禾原是府里的丫鬟，王府出事是王妃将小郡主托付于我，奴婢不敢再让小郡主叫本名，怕官家寻来，便让她跟着奴婢姓，起了个锦儿的名字。端王爷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，才转向扑进王妃怀里痛哭的女儿，眼神柔和下来，但很快又变得复杂。他长叹一声：“谁能想到王府获罪1年，亲女都不曾来看我们的，却只有一个旧日的丫头。”他这话与其说是感慨，不如说是在试探。我心里一紧，知道他问的是县主，便接口道：“王爷王妃莫怪，县主那边我曾带着锦儿去过赵家，亲家夫人说县主刚生产完，身子弱，怕惊了她，不曾告知此事，还说若是为了县主好，叫我万不可再上门。几日后，赵家就举家搬去了东都。”我隐去了县主哭晕被夫家强行带走的事，只陈述了结果。都是俗人，明哲保身，何错之有？但这话听在亲生父亲耳中，无疑是利刃剜心。端王爷听完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缓缓地点了点头，那股审视的意味彻底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疲惫与了然。他看向我，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真正的感激：“秀禾，你已不是府里的丫头了。当初王妃撕了你的卖身契，你便是自由身。如今你护着锦儿，做她的阿姐，何罪之有？我端王府若有重见天日的一天，你便是我赵家的恩人。”一家人将姐看了又看，哭了又哭。眼看半个时辰将到，我准备带姐离开，他却忽然挣脱我的手，跑到端王爷面前，仰着满是泪痕的小脸问：“阿爹，怎的不见我长兄？”一句话让牢里瞬间静得可怕。府里到处都是世子爷的传说，生得芝兰玉树，文武双全，这样一个天之骄子，竟生死不知。端王爷闭上了眼睛，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，一言不发。王妃死死咬着嘴唇，将脸埋进了姐儿的发间，无声的颤抖。我心中一凛，知晓此事是最大的禁忌，再不能问下去。不等牢头催促，我便强行拉着哭闹的姐儿退出了牢房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抱着姐儿，心里却想着端王爷最后的沉默，那不是绝望，而是一种压抑着巨大风暴的死寂。我们和别人在东街同租了间院子，我和姐儿来得早，占着2间东房，一间住人，一间做厨房。西边3间住着一家4口，男人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，姓张，6尺身材，一张巧嘴。张嫂子不爱说话，人却极好，手巧得很，闲时便绣鞋、帕子、荷包，让货郎挑着去卖。自上次探监之后，匆匆数月过去，金水河早已化了冰，我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。可王妃那句子清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的话，却像块石头压在我心上。我不能只这样干等着。通过秦掌柜的提点，我得知城郊清凉山上有一座问津书院，其山长身份神秘，极少见客，相传正是当年心灰意冷退隐朝堂的恭亲王端王爷的亲叔叔，这或许是唯一的希望。第2日一早，我将姐儿托付给张嫂子，独自上了清凉山。书院古朴清幽，门禁却极森严，门口的书童将我拦下，只说：“山长不见女客，姑娘请回吧。”我心一横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眼泪说来就来。小哥行行好，家父临终前曾受山长点拨之恩，嘱我若遇灭顶之灾，可来此求见。如今家中遭逢巨变，
我已走投无路，还望能面陈山长，叩谢昔日恩情。这番话说的情真意切，又搬出了故有孤女的由头。书童一时也拿不定主意，只得进去通报。我被带到一间书房，那位山长须发微白，一身素色如山，手持一卷书，气度沉静如山。他若不是退隐于此，谁能想到他曾是统领千军的王爷？你说你是故人之女，是哪位故人？他声音平淡，目光却锐利的能洞穿人心。我无法作答，只能俯身叩首，将端王府的冤屈和盘托出，恳求他看在血脉亲情上，设法打探世子下落。民女并无信物，只有一颗为主家奔走的赤诚之心。今日斗胆前来，是实在没了法子，还望山长恕罪。他久久不语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良久才叹了口气。你这份胆识世间少有，回去吧，此事我记下了。我不知他这是应了还是没应，只能怀着忐忑的心情回了家。这日子与平日并无不同，只是金水河结了冰，我的营生便不得不停了。有爱吃我做的小食的老顾客，我便在家做了送去。回了家吃了晚饭，景儿已瞌睡，看他睡下了，我取了鞋底，就着油灯带起来。敲门声响起时，我吓了一跳。谁啊？我扬声喊道。门外的人声音压得低，是个低沉好听的男声。姓赵，赵氏国姓。我不及多想，穿了袄子下了床。门外的人闪身进了门，我将门迅速关上。来人背着身站在床边，看着景儿。他身量极高，披着一件玄色斗篷，头发用玉带紧紧束着。待他转过身来，油灯昏黄，可我依旧将他看了个真切。府里人说他生的芝兰玉树，今日再见，算是知晓了。他生的和王妃很像，天生一双桃花眼，不笑也风流多情，鼻梁挺直，细看唇下一点黑痣，人却清冷得很。你胆子不小。他开口，声音又低又清冷，竟敢独自去闯问经书院。我心中巨震，这才确认了他的身份，却不敢多问，只低头立着。你做得很好。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布包，递了过来。此物交与你，明日你想法子再出趟城，将他亲手送到问经书院祁山长手里。此事牵扯甚大，定要小心行事。若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来寻你。我这才明白，自己那日的冒险，竟是无意中通过了他的考验。我咬牙接过布包，入手微沉，带着他的体温。世子爷，万望珍重。我忍不住道。王爷和王妃还在牢里盼着你呢。他起身要走，忽地笑了，似骄阳般刺眼。你就不怕端王府和我都是坏人吗？毕竟我们犯的是谋逆大罪。我只知道王府待我好就够了。我道，若不是王府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如今是个什么模样。他点了点头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，闪身出去了。3月初3，听闻长公主要乘船游河，景儿非要去看，船生也要停1日，我便带着景儿早早去了桥头。长公主乃当今圣上唯一的女儿，太父皇疼她，将她嫁到了富饶的汴京，还将汴京作为她的封地。关于长公主的传言有很多，听闻驸马养了个外室，她便派人将驸马阉了，后来自己又养了许多貌美的男宠，日日逍遥快活，只要是她看上眼的，便没一个能逃脱。所以在汴京甚少听说谁家王君生的俊俏，都是到了读书的年纪，便远远送去书院读书，连家都甚少回，除非是起了攀附之心，自己想送上门的。公主的传言甚多，谁也不知真假，可听闻当今圣上对她宠溺非常，她的权势可见一斑。我们去得早，自是占了桥上最好的位子。公主出游，阵仗自是极大，光画舫就有3艘，且都是3层高的。公主极爱白纱，那艘被白纱遮着的，上面载的定是她，就是中间那一艘。景儿盯着画舫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好不热闹。船上除了伺候的宫女内侍，都是年轻貌美的男子，各种各样的皆有。看来公主养男宠的事情并不是胡乱传的，可船上却并不见公主本人。眼看那画舫越来越近，来了一阵风，掀起了白纱。长兄，是我长兄。景儿冲着那画舫一指，我吓坏了，赶紧伸手捂住他的嘴，拉着他往后退。回头看时，那飘起的白纱已快落下了。可有些人终归是惊艳的，哪怕只看过一眼，在万千人里，你依旧能一眼认出。公主一身白色纱衣，长腿若隐若现，额头画着花钿，红色的眼角和微微张开的红唇清晰可见。而她就在公主身旁，正是端王府世子赵子清。公主要碰她的唇，她侧头躲开了。就在那一瞬，她睁开了眼睛，我们四目相对，时间似乎很长，又似乎很短，长的我足以看清他眼里的羞愤，短的我没能寻出他唇边的那颗小痣。堂堂世子爷，皇家的金枝玉叶，却不得不委身于长公主，这约莫比杀了他更叫他难受。所谓君子风骨，宁折不弯。今日所见的他，和那晚的全然不似一人。他能忍辱负重，定然是还有比自己性命更加紧要的事情要做。我信他，日子周而复始。我却再也没能忘记同她对视的那一眼。景儿已经是个大姑娘了，早些年时的字都忘得差不多了。本想送她去问经书院请山长教一教，可那书院门禁森严，寻常人根本进不去，又怕让藏在暗处的人发现。若是世子爷真的暴露了，怕只有死路一条。好在长公主办了一所专门教授女子的学堂，我便将景儿送了去。同去的还有张嫂子家的小女儿。景儿虽痴，可记性好得很，今日学了什么，回来便能原原本本背下来写出来。我也跟着她学，渐渐的便能读一本简单的书了。我才知晓读书识字是真的有用，书里有许许多多我从前从没想过也想不到的事情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也是真的。5月端午的时候，我带着景儿去了趟牢狱，
带了自己包的粽子、吃食和酒。我们还买了扇面，画了扇子，带了艾草和彩绳。他们比上次见时好了些。王妃说话时不再气虚，听闻两位公子以地为纸，以木为笔，日日勤学不辍，连端王爷都不掉泪了。端王府约莫是有了盼头。我用艾草将牢狱熏了一遍，将剩下的一束挂在门口。姐儿将彩绳给他们系上，又摆出了吃食。来时我再三交代姐儿，不能将那日见过长兄的事情讲出去，若是让旁人知道了，他长兄便有了性命之忧。他问了几次能不能告诉阿爹阿娘，我数次摇头，他便知道了事情的紧要，再也没提过。我并非怕长公主知晓他的身份，长公主既能留下他，自然是将他的祖宗三代都查清楚了，更有可能他正是因为知晓他的出身，才要这般折辱他。我怕的是他的阿爹阿娘不知情，听说了儿子的事情，悲愤交加，想不开一死了之。他那般委屈自己，想救家人性命，定然也是其中一个缘故。若是他知道家人因他悲愤而亡，他到时候又该如何自处？继而抱着他阿爹的手臂，撒娇道：阿姐送我去了学堂，我如今已能背很多书了，扇面上的字也是我写的，阿爹看看写的好不好？这时候的他一点也不像患了痴症。我一直觉得姐儿并没有病，她只是在某些方面稍微比别人想的少些，更孩子气些。他阿爹将扇面细细看了一遍，一边看一边点头，摸着长长的胡须，嘴里不停夸赞：我儿有出息了，竟能写出这样好的字来。看来你二兄和三兄更该好好努力才行。我喜欢端王府，也是因着王爷对儿女的态度，对儿子严肃些，对女儿温柔些，可满眼都是浓浓的爱意，从不曾厚此薄彼。他教出的孩子心胸豁达，并不一味迂腐。姐儿得意地仰着下巴：二兄、三兄可听见了？再不说了。姐儿给阿爹倒酒，热热闹闹的。后来这日的事我早忘了，待有一日再被人拿出来说时，早已是另一番光景。5月是毒月，夜间无事一般不出门，我早早关了门，哄着姐儿睡了，翻出箱子，将攒下的银子和铜板又数了一遍。若是端王府的人被放了，王爷能官复原职自是最好的。可若是不能呢？他们出来要住在何处？每日吃什么？两位公子还能不能读书？世子爷到时会如何？我竟一样也不敢再想。买房定然是买不起的，只能租间更大些的。可手里的银子连租房都不够，该想点别的营生来做了。只靠船上这点收入，不知要到何年才能供两位公子读书。我抱着脑袋趴在桌子上，竟睡着了。待我惊醒时，他不知何时来的，就坐在我对面。我胳膊压麻了，一动便犹如蚂蚁钻心，又疼又痒，忍不住龇牙咧嘴，缓了半天才算缓过来。他就那么安静地看着我，一个字也不说，身上有雄黄酒的味道。他穿了身白衣，宽袍大袖，领口再拉开1寸，整个胸膛便要露出来了，披头散发，衣冠不整，约莫是酒喝多了，眼角还泛着红，眼里水光一片。难怪长公主要招他，活脱脱一只吸人骨血的妖精。我已16岁，是个不大不小刚好嫁人的年纪，还不曾真正见识过什么男人，第一次见识便是他这样的极品。脸红心跳是自然的，其实这些年我脸皮已练得极厚了，船上什么样的主顾没有？有些爱讲荤段子，我从面红耳赤到后来的听而不闻，可对着他那极厚的脸皮一时间却没了作用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：世子爷今日来，所谓何事？他揉揉额角，似醉非醉。彩绳还有吗？给我系一根吧。我只知道不要和喝醉的人讲道理，自然也不会说端午已过这样的话。我从针线笸箩里寻了一条彩绳，看他伸着白皙的手腕等着，便给他系上了。他抬起手臂要看，袖口太大，就露出了半截手臂来。那白皙且肌理分明的手臂上是触目惊心的伤口，有新有旧，新的还在渗血，旧的只余下一道浅白的疤痕。我惊得用手捂住了嘴巴，怕自己叫出来。他似是醉得很了，并不知道我在看什么，只执着地伸着手，像个讨糖吃的孩子。彩绳呢？给我系上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身去柜子里翻出了那瓶平日里我不舍得用的金疮药。这药还是当初在王府时王妃赏的，说是宫里出来的，治外伤最好。我用帕子沾了烈酒，小心翼翼地给他擦拭伤口。烈酒折人，他身子颤了一下，眉头紧紧皱起，却没有缩回手。世子爷，忍着点。我轻声哄着，将药粉洒在那道还在渗血的新伤上。他半睁着眼，眸子里水光潋滟，定定地看着我，忽然笑了。我手一顿，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酸涩难当。世子爷，我一边给他缠纱布，一边低声说道：我想好了，光靠在金水河上卖酒，救不了端王府，也供不起你日后的花销。他似乎没听进去，只盯着手腕上那根五彩斑斓的绳子看。我要出趟远门。我继续说道，声音虽轻，却异常坚定。我从母亲那儿学了做绒花的手艺，可要做顶尖的，还需顶尖的料子。听说岭南有种奇特的天蚕丝，韧若金石，色泽流光，用它做出的绒花和发饰，在汴京能卖出天价。我自小手巧，也肯吃苦，我想去试试，寻些天蚕丝回来。他终于有了反应，迟缓地抬起头，眼神有些迷离。去哪儿？去岭南。我给他打了个结，收起药瓶。这一去，山高路远，少则1月，多则2月。锦儿我不能待着，路上太苦，也不安全。我想到了春桃，前些日子他让人捎信给我，说他在主家虽只是个姨娘，但因为生了儿子，颇受宠爱，手里也有了些积蓄和权柄。我会把锦儿送到春桃那儿去，她是我的旧相识，如今虽做了姨娘，但为人仗义。
我给了他50两银子，只求他帮忙照看锦儿2个月。他似乎清醒了一些，反手抓住了我的手腕，他的手很烫，力气却大得惊人。不许去！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没有退缩，却又不忍回绝他。他在公主府已经很难过了，罢了，他也不常来，我偷偷去就好了。那便不去，世子爷，我在想别的法子。他死死盯着我，像是要吃人，可最后那力道却一点点泄了下去。他松开了手，颓然地倒回椅子里，用手背挡住了眼睛。李秀禾，他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哽咽。你只是个丫头。是我只是个丫头。我吹熄了灯，轻声道：可端王府对我有再造之恩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带着景儿去了春桃那儿。春桃见了我，虽然惊讶，但看在银子和昔日情分的面上，还是爽快地答应了。景儿哭着不肯松手，我狠心掰开她的手指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一走便是2个月，岭南路途遥远，山高林密，瘴气横行。我不懂行，只能拿命去拼，跟着商队翻山越岭，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计。我遇过山匪，被毒虫咬伤过腿，甚至差点在深山里迷路饿死。但我运气好，真的让我在一个偏远的村寨里寻到了几匹成色极好的天蚕丝。回到汴京时，已是7月流火。推开自家院门，景儿正坐在小板凳上绣花，看见我，愣了好半晌，才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扑进我怀里。阿姐，你变成黑炭了！我笑着捏捏她的脸，心想黑点怕什么，怀里揣着的银票才是实打实的。晚上，张嫂子做了几个好菜，说是给我接风。正吃着，门外又响起了那熟悉的敲门声。我去开门，门外站着的依旧是那个清冷如玉的世子爷，只是这次他没喝酒，清醒得很。他看着我，目光从我脸上扫过，又落在我的脖颈和手臂上。我现在这副模样，定是丑极了。海风吹裂了皮肤，日头晒黑了脸庞，原本还算白净的丫头，如今看着像个烧炭的婆子。她站在门口，也不进来，就那么死死地盯着我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世子爷来了，我侧身让他进来喝口茶吧。他没动，咬着牙从齿缝里挤出几个字：李秀禾，你还要不要命？我摸了摸鼻子，有些心虚地笑了笑。命还在呢，这不回来了吗？他突然伸手一把将我拽了过去，动作粗鲁，却在碰到我手臂上新添的伤疤时猛地僵住。晒得像个昆仑奴，唯一的好处就是白了点，如今也晒得黢黑，以后如何嫁人？他恶狠狠地说道，眼圈却红得吓人。丑死了！我低头看着自己粗糙发黑的手和他在月光下白得发光的手背，确实是云泥之别。是丑了点儿。我从怀里掏出那包沉甸甸的银票，塞进他手里，仰头冲他笑，露出一口大白牙。不过不必担心，我娘为我订了娃娃亲，世子爷不必担心。况且我还赚了银票回来。娃娃亲。他脚步猛地一顿，转过身来，那双桃花眼里像是淬了冰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，似是自嘲说也好。说完，他一甩袖子，转身就要往黑影里走，背影决绝得很，像是再也不打算回头了。我心里一慌，顾不得手上还有灰，几步窜过去，一把拽住了他的袖口，那是上好的料子，滑溜得很，我生怕抓不住，手指死死扣着。世子爷，我软了声音，带着几分讨饶的意味晃晃他的袖子，身子也不自觉地往他那边凑了凑。你别走呀！见这招奏效，我赶紧顺杆爬，拉着他往屋里带，声音放得更软，带了点平日里不敢有的娇憨。我刚得了些新样子，正想着用寻常丝线试着做一朵。我在岭南奔波了2个月，做梦都想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做会针线，一个人做没滋味。世子爷就当陪陪我，看看我这新手艺好不好？他终究是没拗过我，或者说他也舍不得真走。被我半拉半拽地按在桌边时，他脸上的寒霜已经退了大半。世子爷，我看着他，才献宝似的从怀里掏出一张地契，摊开在他面前。你看，我用这次寻思转的钱，盘下了东街口那间带后院的铺面。以后我不去远地方拼命了，也不做船娘了，就在那儿开一间最好的绒花铺子。他接过地契看了看，眉头舒展开来，指尖在桌上轻轻扣了扣。位置不错，离国子监近，读书人多，生意不会差。那是自然，我都算计好了。我嘿嘿一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，随即从柜子里翻出早就备好的笔墨纸砚，在他面前铺开。只是这铺子还没个名字，匾额也空着。世子爷是状元之才，字写的那样好，能不能受累给赐个名？他看了我一眼，似是有些无奈，嘴角却微微上扬了一个极小的弧度，站起身来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油灯的火苗跳动着。他站在那张破旧的八仙桌前，略一思索，便提笔蘸墨。那一瞬间，他身上那种颓废、阴郁和破碎感仿佛统统消失了。他脊背挺得笔直，如松如竹，宽大的衣袖被他挽起一截，露出精瘦有力的手腕。他悬腕于纸上，神情专注而肃穆，眉眼间尽是文人的傲骨与风流。哪怕身陷泥沼，哪怕不得不委身于人，可当他握住笔的那一刻，他依旧是那个精彩绝艳，让汴京无数闺秀梦绕魂牵的端王世子。笔锋落下，行云流水，力透纸背。简而记，简单的3个字，却被他写得铁画银钩，气势磅礴。我在一旁举着灯，看着他侧脸在灯影下如刀刻般俊美，看着他修长的手指稳稳地掌控着笔杆，看着那一撇一捺在他笔下生花。不知怎么的，我的心跳突然就快了几分，咚咚咚的，在这静谧的夜里格外清晰，脸上莫名有些发烫。我下意识地按住了胸口。我突然觉得，为了能让他一直这样挺直腰杆写字，为了护住这份风骨，别说是去海里摸珠子，就是去刀山火海走一走，
我也是愿意的。锦儿记，好名字。他放下笔，转头看我，眼里的光比星子还亮。既是为了养锦儿，也是记着你李秀和的功劳。秀和，这铺子会红火的。锦儿记的生意果然如世子爷所言，红火的不得了。每日天刚蒙蒙亮，我和张嫂子便起来赶制新的花样。那铺子里的绒花发饰样子新巧，用料考究，尤其是用天蚕丝做的那几款镇店之宝，更是精美绝伦，引来了不少高门贵女和文人雅士的追捧。再加上那是世子爷亲笔题的字，虽落款隐去了姓名，但这字的风骨还是引来了不少国子监的读书人。日子有了奔头，我腰间的荷包也日渐鼓了起来。可还没等我高兴太久，那个让我心惊的消息便传来了：长公主要南下巡游，说是要去苏杭赏景。那样大的阵仗，整个汴京城都轰动了。我站在铺子门口，看着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出了城门。听说长公主带走了她最宠爱的几个面首，其中便有赵子清。她走得匆忙，甚至没来得及再见一面，只让人送来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只有2个字：勿念。我捏着那张纸条，看着那熟悉的字迹，心里像是空了一块，比那没放绒花的簪子还要寡淡。但我知道他有他的身不由己，也有他必须要做的事，日子还得过。只是每每深夜收摊，看着那块景记的匾额，我总会想起那晚他在灯下题字时的模样。变故发生在他走后的第2个月。这一年，当今圣上突然迷上了炼丹求长生，为了积攒功德，祈求上苍降下祥瑞，竟下旨大赦天下，除了10恶不赦的重罪，其余罪犯皆可减刑或释放。端王府当年的案子本就有些不清不楚，如今借着这股风，竟也在赦免之列。消息传来的那天，我连围裙都顾不上解，拉着脚揣着所有的银票就往大牢跑。牢门打开的那一刻，阳光有些刺眼，端王爷和王妃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2公子和3公子一起侧妃。不过短短2年，他们比我上次探监时还要苍老几分，身上的囚服破败不堪，满身的馊味，头发花白凌乱，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可即便如此，当他们眯着眼看向太阳时，那眼底的光却是活的。阿爹，阿娘！吉儿哭喊着扑了上去，王妃颤抖着手摸着吉儿的脸，老泪纵横。我的儿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咱们一家人竟然还有重见天日的一天。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眼眶也有些发热，但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王爷，王妃，我走上前扶了扶身，这里风大，咱们回家吧。秀和丫头，我们哪里还有家？端王爷看着我，浑浊的眼里满是震惊与动容。有我在，就有家。我早已未雨绸缪，在景儿记后面的那条巷子里租下了一座3进的大宅子。虽然比不上以前的王府气派，家具也都是旧的，但胜在宽敞干净，足够一家人住下。我雇了2辆马车，将他们接回了新宅子，烧了10几桶热水，让他们洗去了这一身的霉气和晦气，又让人送来了崭新的棉布衣裳。当晚，我在正厅摆了一桌丰盛的席面，红烧肉、清蒸鱼、鲜虾饺子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看着满桌的饭菜，竟没有人动筷子。王妃看着身边的空位，那是给世子爷留的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了碗里。都回来了，可是我的子清呢？她哽咽着，听闻他如今……那些关于世子爷在公主府的流言蜚语，终究是传进了牢里。端王爷脸色铁青，啪的一声将筷子拍在桌上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别提那个逆子，赵家世代清流，竟出了这等以色示人的东西。若是他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定要打断他的腿。2公子和3公子低着头，不敢吭声。我看着那个空落落的座位，心里酸涩难当。他们哪里知道，那个被他们骂作逆子的人，为了这一家人的安稳，正在南下的船上受着怎样的煎熬。王爷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给端王爷倒了一杯酒。世子爷他或许也有他的苦衷，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咱们先吃饭吧。端王爷长叹一声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满脸的悲凉与无奈。这一夜，赵家人终于睡了个安稳觉，而我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想着远在江南的他，不知他此刻是否也在看着同一轮明月。日子如流水般逝去，转眼又是2年。景儿出落得越发标致了，她继承了王妃的美貌，眉眼如画，肌肤胜雪，虽偶尔还会露出些许孩子气的天真，但在外人看来，已是位令人移不开眼的大家闺秀。我不让她再来店里帮忙了，一来是她越长越开，那张脸太招人，怕惹来登徒子；二来她虽有些痴症，但其实极聪慧，跟着王妃温书识字，技艺极快。如今她白日里便在家中陪着王妃做些针线，读些诗书。王妃待她极有耐心，一遍遍教她为人处事的道理，虽不知她能听懂多少，但看着母女俩在窗下对坐读书的剪影，我心里总觉得安稳。端王府2老待我真是当亲生女儿一般，我不愿改姓，也不愿做什么义女，只唤他们阿叔、阿婶。每日早起，阿婶总会为我备好热茶和早点，叮嘱我多穿衣裳。晚上回来晚了，阿叔也会在院子里留一盏灯，等着我锁门。阿叔虽说是获罪被赦，但这身文人的本事还在。他在离家不远的青云巷寻了个私塾先生的活计，那是个小私塾，只收些蒙童，
束修虽不多，但胜在清闲且受人尊敬。他每日只去半日，午后便回来，或是交劲读书，或是帮着我在院子里劈柴、侍弄花草。看着昔日的皇亲国戚如今穿着布衣在院中挥汗如雨，却毫无怨言，我心里既敬佩又心酸。至于家里的另外2位公子，也都有了各自的去处。二公子赵子玉，性子最是沉稳内敛，写得一手好字，丹青也极佳。他不愿抛头露面去市井叫卖，便在城南最大的书画铺子墨香斋谋了个差事，平日里帮人代写书信、抄录孤本，偶尔也帮着鉴赏些字画。因他举止儒雅，见识不凡，很得掌柜的赏识，如今已能独当一面，每月的工钱除了贴补家用，还能攒下一些给阿婶买药膳。三公子赵子云年纪最小，性子也最活泼，甚至有些跳脱。他在牢里憋坏了，出来后说什么也不愿再死读书。我想着他脑子活泛，算术极好，便托了张货郎的关系，让他去了码头的货站做管师学徒，那里鱼龙混杂，最锻炼人。起初阿叔还担心他受欺负，没想到这小子如鱼得水，凭着一股机灵劲儿和识文断字的本事，帮着货站老板理清了好几笔烂账。如今已是个管着10几号人的小管事了，每日回来都兴冲冲地跟我讲码头上的趣闻。一家人的日子看似都在往好了过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，想要把这个家撑起来。只是每当夜深人静，或是逢年过节一家团圆之时，大家都会默契地避开那个名字，那个远在江南不知归期也不知生死的世子爷。我常常摸着怀里那张已经有些泛黄的纸条，看着窗外的月亮发呆。隔日正是姐儿寄生意最忙的时候，我正拿着2只绒花钗子往外送，忽然听见巷口传来一阵喧天的锣鼓声，紧接着便是整齐划一的马蹄声。那动静太大，食客们纷纷探头张望，我也忍不住停下了脚步。没多会儿，三公子气喘吁吁地跑了来，脸涨得通红，不知是跑的还是激动的，一把拽住我的胳膊。秀禾姐，快回家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要接咱们进宫。我手里的托盘差点没拿稳，钗子戳到手上，我却浑然不觉。等我解了围裙，匆匆赶回宅子时，门口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街坊邻居，2排身穿飞鱼服的侍卫守在门口，威风凛凛。进了正厅，只见阿叔阿婶正跪在地上接旨，宣旨的公公面白无须，手里捧着明黄的圣旨，声音尖细却透着威严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知晓，原来这天已经变了。先皇驾崩，新皇登基，而那个在江南失踪了2年的赵子清，竟是潜伏在长公主身边的暗棋，更是新皇登基的头号功臣，从龙之宫封侯拜相，指日可待。端王府彻底翻身了。宣旨完毕，赵家众人还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震惊中，那位领头的公公却也没急着走，反而那是笑眯眯地看向我。这位便是李秀和姑娘吧？我心中一紧，连忙跪下行礼。民女正是。咱家有些话想单独问问姑娘。他将我带到了偏厅，平退了左右，没了外人。他脸上的笑意收敛了几分，目光锐利地在我身上打量了一圈，那眼神像是在估量一件货物的价值。姑娘是个有义气的。公公慢条斯理地开口，手里转着一串佛珠。世子爷在御前可是没少提你的好，说是王府落难时全靠你一个弱女子撑着。我低着头恭顺道：民女只是报恩，不敢居功。是个懂事的。公公点了点头，话锋一转：万岁爷看中世子爷，有意将荣安郡主许配给他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。荣安郡主那是真正的金枝玉叶，可世子爷却拒了。公公叹了口气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意味深长。世子爷说他家中尚有一位义妹，虽是女仆出身，却为王府耗尽了青春，如今年岁拖大了，若是他不娶，便是负了你，更对不起赵家的列祖列宗。听到这话，我鼻头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那个傻子，他竟为了我敢拒皇帝的婚。公公停下转动佛珠的手，身子微微前倾，盯着我的眼睛。姑娘，咱家替万岁爷问一句，王府报恩，除了让世子爷以身相许，可还有别的法子？毕竟世子爷如今是朝廷重臣，又是皇亲国戚，他的正妻代表的是皇家的颜面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已是再明白不过了。他是天上的云，我是地里的泥，云泥之别不仅是身份，更是这世道的规矩。若我执意要嫁，便是成了他仕途上的绊脚石，成了皇帝心头的一根刺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迎上公公的目光。这一刻，我没有自卑，也没有惶恐。我李秀禾虽然只是个守势的传娘，但我也有我的傲骨。公公误会了，我声音清脆，字字铿锵。世子爷仁厚，那是他心善，但我李秀禾做事讲究个你情我愿。我当年救王府，是因为王府曾救过我的命，放了我的身契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还恩。我挺直了脊背，直视着那位权势滔天的公公，嘴角甚至带上一抹笑意。如今王府平反，世子爷平安归来，这恩我已经还完了，我们两不相欠。至于婚事，我顿了顿，想起了那晚在月下骗他的话，如今说来竟这般顺口。
民女家中爹娘早年间给定了一门娃娃亲，那人还在老家等着我回去完婚呢。世子爷的好意，民女心领了，但这高门大户的日子，民女过不惯，还是回乡下种地更自在些。好志气！他站起身，第一次正眼看我。既如此，咱家便如实回禀万岁爷了。若是哪日嫁人，我真正好的闲子要泡杯喜酒喝。公公只需身体康健，自有那一日的。我笑着将他搀出房门，等人走了，我便回了铺子。铺子里生意忙，回家时已是半夜，阿婶却点着油灯等我。今日人人都有话对我说，可我却不大想说话。他从前定是个风雅人，春日里的桃花、梨花摘下蒸了一晒，便是余下3季的一道茶。他泡的是桃花茶，白瓷里一碗粉色的茶汤，只是看着也能觉出好喝来。秀赫，10日后我们入宫谢恩，你一同去吧。我如今还是那句话，若是你愿意，我便让子清娶了你，我们便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不想他要说的是这样一番话。我说端王府的人好近，一字未错。他也花白的头发，这些时日养着，白了些，胖了些，可和旧日里那温雅的王妃比，也是老了很多很多。阿婶，她这些年的日子是黄连水里泡出来的，好不容易得了自由，就让她做自己想做的吧，何必再逼她？我拉着阿婶的手，低着头，一个字都再说不出来了。若是再说，我便管不住眼泪，可我不愿意掉眼泪。眼泪是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。你这孩子，终是我们王府欠你的。日后我就是你亲娘，你阿叔便是你亲爹。你弯不可断的这条路，若是得了闲，回家看看总是行的吧。我在窗前坐了一夜，不知是15还是16，月圆如盘，发出的光清冷却一点也不暗淡。它照亮了黑夜，可自己一无所知。第2日开始，家门口车水马龙，连个站的地儿都没有了。我带着景儿住到了铺子里。第5日，二公子来寻我们，他是个温润慢吞吞的性子，从没见他发过火。可这日他来，脸色并不好，眼下黑眼圈大的瘆人。景儿端了碗饺子给他，他3两口吃了，又要了一碗，约莫4天没吃过饭了。秀禾，阿娘叫我来接你回家。他放下碗，声音疲惫。阿娘昨日已病了，家里往日的亲戚一波接一波。昨日舅舅一家来了，气了阿娘一场。今早县主又回来了，不知和阿爹阿娘说了什么，阿娘竟气晕过去了。他们也不走，还不依不饶的在家待着呢。阿爹拿了棍子赶他们，如今闪了腰，躺在床上动弹不了。我让3弟去请郎中了，家里的院门都被挤坏了。阿娘说这院子是你的，叫你回去做主。他的语气又是无奈又是好气。我本觉得自己是个外人，不好多说什么，却不想来的人竟这般没皮没脸。我被气笑了，本不想带着景儿，可他非得跟着。我们3人走得快，不过1刻钟便到家了。家里的2扇门不知是被拆了还是真的挤破了，如今就丢在巷口，一众下人坐在上面嗑瓜子说闲话。看来端王府的亲戚并不穷嘛，都能使得起下人。王府落难时，没一个站出来说句话。如今大概听说世子爷有了出息，京城不敢去，便跑这仨也来了。屋里挤挤挨挨，男女老少坐了不下20个人。阿叔就躺在2公子和3公子的房间里，地上站了一群人。我和景儿的床上躺着个孩子，端王府的大小姐婉娘县主正在给床上孩子换尿布。你们都是谁？来我家做什么？谁让你进我和阿姐屋子的？景儿可不会忍，冲进去就将换尿布的婉娘扯了起来，样子又凶又狠。她虽从不说，可对婉娘她该是记得的，毕竟是她的亲阿姐，旁人也就罢了。或许刚开始她确实也有苦衷，可整整8年，她真腾不出几日来看看吗？婉娘已不是我记忆中的县主了，梳着精致的头发，戴着金灿灿的首饰，身材已略微发福，眼角眉梢都是刻薄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能惊艳岁月的少女，泯然众人。时间是个好东西，不是吗？夫娘，我是你阿姐啊，怎的连我都不认识了？莫非这痴症越发严重了？婉娘挣开景儿的手，皱眉道：我给你小外甥换尿布呢，你扯我做什么？她还想回去，可景儿扯着她不放，一双又大又圆的眼里满是泪水。我叫景儿，你是谁的阿姐？不顾家里人的死活，7、8年都不曾来，今日为何要来？来了，为何又要将阿娘阿爹气倒了？婉娘身子一僵，脸上的慌乱一闪而过。景儿，你是夫娘，姐姐这些年是有苦衷的。景儿不愿再听她多说，扯着她到了院里，房里的人便都跟着出来看热闹。屋里终于清静了，我让3公子带着郎中去给阿叔看诊。景儿还不松手，眼看2人就要撕扯到一处了，我怕景儿吃亏，连忙上前拉住她。景儿憋着2包泪，哭哭啼啼的松了手，站在我旁边，可怜巴巴像只小狗。刚开始那几年过的苦，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省了口粮给她吃，将她养得白白嫩嫩像团子般，从不舍得她掉一滴泪。今日旁人竟敢这般对她，叫我怎么忍？这家做主的如今是我，诸位有事同我说。我摸了摸景儿的发顶，声音冷了下来。景儿便更委屈了，瘪着嘴不停掉泪。你是谁啊？竟连我亲外甥家的主都做得了，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。说话的妇人40、50岁，膀大腰圆，该是阿婶的娘家人。一群人开始附和，七嘴八舌，吵得我头疼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院子是我租的，卖身契就在我柜子里，这院子暂时还姓李。我冷眼扫过众人，再就是我并没有你们这样的亲戚。
你们来我家可递了名帖，得了我的许可，没有的话，我能不能去衙门告你们私闯民宅？退一万步讲，即便如今端王府的人和我住在一处，不管是要升官还是想发财，若是你们所说的大官是世子爷，难道不该去京城寻他？来这里逼他的父母兄弟又算什么？我顿了顿，加重了语气。消息这么灵通，王府当年落难时知不知晓？我看定然都是知晓的，自然是各家都有自己的难处，王府都能体谅理解。可这些年，端王府的人可上过你们的门？人要脸，树要皮，摸摸你们的脸皮，有没有城墙的砖厚？撕下来能不能将城墙加高5尺？今日竟还敢寻上门来，不要脸面！我见过不要脸的，这般不要脸的实属难得。我语速极快，字字如刀。你们过往所做之事，世子爷忍了便罢了，若是不忍呢？得亏王府人有修养，我若是王府人，今日就将往日那些冷血看热闹的亲戚一个个放油锅里炸，听响解气，再不然也抓去大牢里待个3年5载。谁家还没点儿不足为外人道的肮脏事？随便选2、3个出来有何难？孩子不懂事也就罢了，一把年纪，胡子都快长到腰上了，黄土都堆到脖根下了，也跟着不懂事吗？这时候难道不应该夹起尾巴做人？养精蓄锐的道理懂不懂？或许过个几代，赵家就将旧事都忘了呢，总得给后代留条活路不是？你们倒是狠，将自己的路堵了，连你们家后代的路也一并堵死了。我只听过恩将仇报，可从没听过仇将恩报的。我若是你们，定然现在立刻就回家去，日日烧香，盼着世子爷将我忘了才好。一番话说得我口干舌燥，想当年在村里吵架，我能不重样的骂一个时辰也不觉得累，如今真是上了年纪，说这几句就觉得累了。你是哪里来的丫头片子？我是子清的嫡亲舅舅，他莫非连舅家人也敢欺辱？那妇人身边的老者开口，正是那位黄土堆到脖根下的嫡亲舅舅。我冷笑一声，当年要被杀头的莫非不是你的亲妹子妹夫，不是你的亲外甥，你是如何狠得下心的？至少去牢里看一眼总做得到吧？当初既不顾亲情人伦，选了明哲保身，今日就更没脸站在这儿做什么舅舅。世子爷已不是当年的世子爷了，若还想拿亲情威胁他，怕是不能了。他能孤身一人走到今天，你还觉得他是好惹的吗？回去喝点药，醒醒脑吧。不过一瞬，院里的人已走了七七八八，留下的几个都是跟着婉娘的。他是王府嫡亲的县主，要如何处置是赵家的事，我不愿再多说。总之人既不要脸，又觉得自己轻易不会死，那他大概已经天下无敌了。郎中恰巧出来了，我询问了阿叔的伤，只是岔了气，贴2副膏药，休息2日便好了。阿婶却是气急攻心，需先吃药调理。3公子跟着去抓药了，家里被折腾得不成样子，待我和姐儿、2公子收拾完，天都黑透了。婉娘将同来的人打发走了，却带着吃奶的儿子牢牢站着我和姐儿的床。晚上熬了粥，买了包子，他吃得理直气壮。我本想回铺里，又怕他再将2个老人气出个好歹，便准备和姐儿、阿婶挤一张床，又在书房里给3公子搭了张木板，铺了2层褥子，拿了一床厚被子。2公子和阿叔挤在另一张床上。不想我们还没睡下，婉娘哄睡了孩子，又来了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，声泪俱下的叫了声阿娘。阿叔该是听到了动静，扶着腰带着2公子。3公子来了，我本欲避出去，可2公子不让我在床上坐着。一家人站的站，坐的坐，只有婉娘一个跪着。阿叔叫2公子搬了张椅子给他，让他坐下。阿叔靠着3公子的肩头坐着，我和脚跪坐在床上，衣服还没来得及脱。阿婶起不了身，闭着眼睛躺着，眼窝里积满了泪，看着让人心疼。姐儿掏出手帕给他阿娘擦泪，嘴里喃喃地唤着阿娘。别人变也罢了，秀禾打发走了，我也不再说什么。阿叔看着婉娘，语气沉重。指你是你小娘当初要死要活生下来的，家中生了3个儿子，等生下你，你娘和你小娘待你如珠如宝，将家里最好的都给了你。你3个兄长过了12遍送去皇家书院读书，因是儿子，自不能教养。每年除了休假，我和你娘1年只给他们5两银子，他们每次回家都给家里人带礼物，那都是他们省吃俭用攒下的。你说要学琴，几百两的琴，看上就要买。我和你娘可说过什么？教你弹琴的老师1年得花多少银子？你每季都要做新衣，打首饰，旁人都说你知书达理，却不知你骄横放纵。等我同你娘发现时，已然来不及了。当年我同你娘相看了多少人家，才给你定下了那个中书郎。人家能同意这门亲事，还是因为他弟弟同2郎是同窗，觉得你3个兄长人品端方，不是因为你真的才华横溢，你却因为人家长得丑，要死要活不同意，最后竟与孙家明私定了终生。他爹与我同科，不过一个从7品的官，每日留恋花楼，家里的姨娘就有7、8个。孙家明除了一张脸还有什么？与子清同岁，数年只考了个秀才。你那婆母更是出了名的浑人。当初你嫁人时，我可同你说过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再苦你也得自己过。家里遭难，除了扶娘，一个不留都抓了进去。你长兄当初并不同我们关在一处，你娘以为他死了，眼睛都要哭瞎了。后来得了你长兄还活着的消息，才好了些。我和你阿娘还担心年仅7岁的扶娘，怕早就让人给卖了。你2兄、3兄日日都挨打，每日2餐饭，掺着沙子的馒头，你可吃过？照得见人饮的米汤，你可喝过？我们谁不知王府获罪？你在赵家过得艰难，谁也没怨你。你不是问他是谁吗？阿叔指着我，声音陡然提高。他是救了我端王府全家性命的人。过了1年，
他带着福娘来看我们，那时她也只是个半大的丫头，怕有人要抓福娘，便给她改了个锦儿的名字。她自己瘦得像根竹子，却将锦儿养得白白胖胖。他还给我们每人缝了一身袄子，带了酒和吃食，塞了钱给牢头，让他请了郎中给你阿娘看病。要不那年你阿娘早该病死了。数年风雨无阻，吃的穿的用的从不曾少过，连护膝都记得。你长兄救了我们的命，他护了我们一世周全，整整6年，你连来看一眼都不曾。既当初没来，如今更不该来。你为了孙家而来，我今日便替子清应下了。不论是你公公还是你夫婿，子清只保举一人。想好了便递个信来，以后你和端王府便再没关系了。他李秀和日后若做不了我王府的掌家大妇，便是我王府唯一的大姑奶奶。不论到何时，王府的主他也做的。明日天一亮，你便走吧。今日你同王府的缘分变尽了，王府再不欠你的，日后你过得是好是坏，全看你自己了。屋里除了呼吸声，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，安静的有些瘆人。阿娘，你听阿爹说了什么？竟不要亲生的女儿了。阿娘，你说话呀！婉娘扑倒在床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你阿爹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，去吧，我累了，想睡了。阿婶闭着眼，声音疲惫不堪。我下了床，连拉带拽的将婉娘送回了屋子。她扯着嗓子嚎哭，惊天动地，连床上的儿子哭了也不管。我今日对她忍了又忍，实在是忍不下去了，反手给了她一巴掌。她总算安静了。悄悄告诉你，你若还想赖着王府，阿叔答应的事也能不作数，你信是不信？我贴在她耳边，压低声音说道。他似乎是被打懵了，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，赤红着眼想要打我。我抓住他的手，眼神冰冷。我这人不仅脾气不好，还总爱同旁人作对。我若是去问问人，将你的夫婿给办了如何？到时你是要在孙家守寡，还是回娘家？可你那时早就没了娘家。想想你那婆母，若是知道是你害死了他儿子，他会不会撕了你？我若是你，便见好就收。长兄能走到如今，王府人能活下来，你不知他都舍弃了什么。你既不曾心疼过他，又有什么资格伸手来摘他用血肉种出的果子？我伸手一推，他便摔在了地上。第二日一早，婉娘就走了。我起得晚，连面都不曾见着。将养了10几日，2个老人家慢慢都好起来了。家里再没来过一个不相干的人。陆子清派人来接他们入京，10年未见的儿子怎会不想？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坐了马车便能走。锦儿，阿姐说的话你可都记下了。到了京城可不比这里，要听阿娘的话。等阿姐回老家成了婚，来了汴京，就去京城接你，你便住在阿姐家，想住到何时便住到何时，阿姐养着你。这是我哄姐儿的话。她哭着不肯上马车，我便笑着哄她。我也不知再见她是何时，或许那一日我真的加了狗蛋，终于能将她放下。马车带着赵家人远去，也带走了我所有的力气。我躺了整整2日，收拾了行李，吃了一顿饭，将铺子留给了张嫂子。时间太瘦，指缝太宽，2年不过是转眼间的事情。东海离着京城10万8千里，我住的渔村里，有人连年号都不知道。我终将自己熬成了老姑娘，即便成了老姑娘，我也没能如愿寻到狗蛋，毕竟见过的人太惊艳，春花秋月都不及他半分。看旁人就像看着一堆烂白菜，如何下得了嘴？我也没嫌弃别人的资格，勉强只能算一头不怎么好看的猪吧。请理解我还想拱一颗好白菜的心情，毕竟猪的想法就这么单纯，一生悦目，只向往着一颗好白菜。我背着这2年收的几百颗珍珠，最好的自然是要留给赵子清的，好的估计都在我这了。等我慢吞吞到京城时，已是大雪纷飞的冬日，包里的珍珠早没了，怀里揣着轻飘飘的数张银票，银子都被我换成了这个。端王府可真气派啊，2个石狮子都比人高，门口的侍卫比我在画本子里看到的门神还威风。我拢着袖子蹲在墙角，吸着鼻涕。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只要看一眼就好，看他过得好不好，看他是不是真的娶了那个郡主。大门开了，出来一辆马车，又大又华丽，车帘被风吹开，我看见了他穿着红色的官袍，越发好看了，只是清瘦了些。他对面坐着一个女子，穿着鹅黄色的袄子，正笑着同他说些什么。我心里像是被人塞了一把雪，又冷又疼。果然好白菜都是有猪拱的，只是那头猪不是我。我吸了吸鼻子，转身想走。秀禾，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呼唤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我脚步一顿，不敢回头。李秀禾，声音大了些，带着几分急切。我撒腿就跑，可我哪里跑得过他？不过几步，我就被人拽住了后领子，像只小鸡仔一样被拎了回去。跑什么？他声音有些哑，呼吸急促。我被迫转过身，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心跳如雷。民女参见世子爷。我结结巴巴的想要行礼，他一把扶住我，手劲大的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。 2年了，你终于舍得来了。我路过，我心虚的低着头。路过？他冷笑一声。从东海路过京城，你这路绕的可真够远的。这时，马车上的女子也下来了，我心里一紧，下意识的想要挣脱她的手。这就是阿姐吧？那女子走上前来，声音清脆，笑靥如花。常听锦儿提起阿姐，今日终于见到了。锦儿，阿姐，我愣住了。这是舍妹，我姨母的女儿，如今过继到了阿娘名下。赵子清淡淡的解释道，眼神却一直没离开过我。怎么不想认？我猛地抬头，看着那个有些眼熟的姑娘。 这才发现她眉眼间确实有几分婉娘的影子，只是更像赵家人，清秀温婉。不是郡主，我脱口而出。她眼底闪过一丝笑意，
伸手替我拂去肩上的落雪。什么郡主，我早已拒了。我说过，我有要等的人。他看着我，目光灼灼，像是要将我融化在这漫天风雪里。李秀和，天蚕丝呢？不是说要用最好的丝线给我做个冠带吗？我红了脸，从怀里掏出那一叠银票。丝线都用在铺子里了，换成了这个，好戴。他接过银票，看也不看就塞进袖子里，然后握住我的手，紧紧地包裹在他温热的掌心里。走，回家。回哪个家？我傻傻地问。自然是我们的家。他牵着我，一步步走向那扇朱红色的大门。阿爹阿娘还有景儿都在等着你开饭呢。雪下得更大了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冷。我知道我的春天终于来了。